大家好，昨天比特币是第一时间通知所有的粉丝朋友有一个看涨楔形上涨的形态，包括昨天推特上面也是第一时间通知所有的粉丝朋友。那现在比特币如期上涨，收了一根多方的吞噬。今天视频就来聊一聊，参考历史的一些位置知识点，比特币疯狂牛市是否要开始了，以及利用这一张图表来帮大家预测一下比特币未来顶部什么时候多单，我们要做平仓的动作。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程序交易警报。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比特币收盘的情况啊，很明显的观察一下，感觉 K 线的实体已经全部盖过，就是这一根下跌 K 线的实体。不过有一个欠缺，就是它昨天这个收盘价是差了$1，没有把这一根下跌的开盘价给盖掉，所以标准上严格一点的话，差$1也不行啊。不过我的观点，它这两根你可以看成类似多方吞噬，或者就是一个插入线，不管是什么蜡烛组合，我的观点它就是一个多方抵抗的 K 线组，而且是在波段低点的位置哦。就是这个区间其实做多是非常的舒服，一直在讲空间是非常的舒服，你要做多还是做空。那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出多方吞噬，跟历史上后面波段大井喷的行情有哪一些位置值得我们去参考的。我们首先观察一下，就昨天的 K 线啊，量价齐升，那不是很漂亮啊。虽然短线这个位置是收了一个上影线，那么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的几个位置。这个位置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也不排除就是前面的这个区间，它下去都是挖坑，前面的区间它下去都是挖坑，后面它是这样子喷上去啊。所以在重要的转折位置，这个位置也是有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组，所以也不排除短线有可能会不会继续往上飙，还是说整理了然后继续往上涨。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在今年的3月份，也就是硅谷银行危机爆发的时候，当时有跟大家讲过，这个位置低点是100%不会跌破了。不过也是非常后悔，当时没有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利润避本位继续做多。那么可以看一下后面，它也是在波段低点的位置，在这两根出了一个多方抵抗，也就是标标准准的多方的吞噬。后面这一根 K 线的实体把前面这个 K 线的实体全部给盖住，这种才是最标准的一个多方吞噬。而且我们拉近细心来观察一下，有没有发现当时也是在这一根刚涨起来的时候，它留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那你要继续做多，有没有发现它盘中是有压回？所以这两天去留意一下比特币有没有盘中的压回，支撑位已经在推特上面发给大家，就是那个25.5K 附近啊。昨天也是有跟朋友们讲，这个位置过你不要再看空了，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些朋友在看空，想帮大家，想把那些空方的朋友拉回来，拉不回来我也没办法。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历史上还有几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像啊，比如说在2021年的7月份，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也就是它这前面的整个区间也是在不断的重心下移，后面是这一根 K 线，它把几个下影线位置给跌破完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根马上来了一根多方的吞噬。然后我们去留意一下，当时也是有一根相对比较短的一个上影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也是有一个压回点，而且主力实力是非常的强啊，根本就不给重新压回。比如说这一根 K 线一半的位置，也就是这一根 K 线上影线，就是质押转换的位置啊。所以我们按历史的一些经验，一般波段低点的位置如果有出现这么重要的多方抵抗的 K 线组，它有可能就是疯狂牛市是不是要开启了？我的观点不排除啊，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包括现在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接近10月份，我的观点不排除10月份可能会上第一道菜啊。后面在明年的2月份开始，也就是接近产量减半前后一段时间，有可能比特币多方的主力会开始上主菜，帝王蟹啊，或者是龙虾，让你吃到撑啊。所以希望朋友们手上有的多单一定要给我抱住啊！本来计划已经唱多了1年多，最主要的利润目前还没有到来。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啊，很明显的观察就是昨天不是背离嘛，那现在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背离啊。
，KD 指标可以看一下，时差没有时差，一根上涨就是背离确认了，包括 MACD 也是继续在放柱状。现在不好的一点就是什么时候它看会不会继续盘到这个零轴上方。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技术形态啊，昨天本来还在这个位置嘛，有跟大家讲它是一个多方的吞噬啊。当然像这种盘就是主力才能拉得出来的，你我是干不出来的。有些朋友是在聊那这个位置是不是又开始缩量，缩量有可能就是整理啊。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啊，很明显的观察就是主力在这一根沙盘它这个开盘价的位置现在是根本就不想再回到这个位置，所以还在看空吗？不至于啊，尽量整理到位，有可能会继续往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它涨跌的循环周期。牛市不要怀疑啊，很多朋友是一直在看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依据自己的一些分析，或者是依据图表上面给他们的一些知识在复盘。没有复盘的话，或者是只是单靠单面的一些知识点去观察啊，比特币现在就是熊市，就是熊市，短短的一些下跌就认为是熊市。那2015年的这些位置，像这种下跌都是熊市吗？它其实整个趋势就是向上的。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 69K 到 15K 的低点，它一般熊市的周期就是380天左右啊。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7年到2019年的熊市，从最高点2万附近跌到这个低点$3000附近，熊市的周期也是接近380天左右。或者是2014年比特币的熊市，也是从最高点跌到这个位置$160附近，熊市的周期也是300或者400天左右啊。所以我的观点，每一次历史空头的熊市早就已经脱离了，目前是在牛市，有压回来的点位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位置的买点。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还有一个参考知识点啊，因为就是这1年多一直在唱多，每一个压回的低点，或者是去年重仓抄底到现在的，也是希望朋友们多单一定报到未来的顶部。现在也是有发现，如果我们观察比特币历史上每一波从最低点涨到最高点，19年这个$3000涨到6万9的高点，它牛市的周期是进行了1064天，有可能会见顶。或者是2015年比特币当时的牛市，从这一个$160涨到这个2万附近的高点，就是底部到顶部的循环周期，时间也是1064天。所以希望朋友们，我们就以 15K 的低点来计算，它未来涨到比特币牛市的顶部，有可能时间会在2015年的10月份啊，1064天，当然提前一点啊，提前个100天左右也行嘛，我们到时候把多单做平仓的动作。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